嗨，大家好，我是冒险猪。这一集要带大家来到另一个海京都五鹤市。西五鹤能够看到旧时代日本所留下来的美丽渔村风景与许多的景点。东五鹤则是进入日本近代以来重要的军港之一，留下大量的大正浪漫风格红砖建筑，还能够搭乘军港游览船，近距离的来感受大型护卫舰的魄力。那就准备展开一天的旅程吧。各位早安，今天我很难得7点就起床，一早就从天桥立车站出发，准备前往西五鹤。五鹤是一个很值得探访的城市，但因为它是整个京都位置最北的地方，很容易被忽略。从天桥立坐电车过来大约是50分钟，如果大家有到天桥立玩的话，很推荐顺便来五鹤走走哦。西五鹤车站是 JR 跟丹后铁道共同经营的车站。我要先来划位晚一点回京都时坐陈崎号的指定席位置。京都到天桥立或者是五鹤的电车，不管是陈崎号还是桥立号，都是全车指定席，记得一定要先划位哦。接下来我要来租脚踏车了。西五鹤的景点虽然离车站都不是太远，但都不是走路可以到的距离。公车的班次又超级少，但是车站1楼的观光咨询处就可以租借脚踏车，费用是2个小时500日币。今天在西五鹤就靠这台小白了。五鹤由于紧邻着日本海，又有着2条细长的峡湾，西五鹤自古以来就扮演着京都重要的商业港口角色。东五鹤则是在近代成为重要的军事港口。踩着脚踏车经过五鹤公园与现在要前往的吉原入江这一带，在江户时代都是繁荣的田边城下町的范围。如果来到西五鹤，很多人就会推荐一定要来吉原入江看看，到底吉原入江有什么魅力呢？大约10分钟的脚踏车车程，就会看到路桥下有着一条停满许多渔船、范围不大的运河，这里就是吉原入江。吉原入江在这几年成为有名的摄影取材地点，很多像冒险猪一样的观光客也会特别来这里看这一特别的风景。吉原入江除了日剧《Vivant》在这里有取景过外，这里还有着东洋威尼斯的称号。虽然我觉得它跟威尼斯差蛮远的，但是来这里现场看时真的很漂亮，有一种穿越时空看到昔日渔村的感觉，很推荐一定要来看看。继续骑车不到3分钟，将会经过拥有300年历史的水无月神社。漫步在这一带的巷弄时，可以看到跟大城市很不一样的风景。如果想要知道日本的乡下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在西五鹤吉原这一带走走就对了，很淳朴，时间很像停留在昭和的时代。突然看到一间很特别的房子，让我们停下来看看。这是一间超过100年的钱汤，叫做日之出汤。事实上，这一带的街道都仍然保留着江户时期城下町规划的样子。许多房子虽然经过了装修，但是房子是维持着100年以前町屋的样式。这一间100年钱汤也不例外，是用江户时期町屋来改建而成。所以这间汤屋也同时是有形文化财哦。里面的汤屋都是早期昭和时期的大浴池，充满着怀旧感。不过钱汤都是下午4点后才开始营业，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进去看。在车站的观光案内所租脚踏车的时候，顺便获得了一张景点地图，发现西五鹤其实景点蛮多的，而且都是用脚踏车就可以轻松到达的地方。但我只打算停留在西五鹤最多2个小时，所以就准备再挑一个景点去走走之后，就准备前往东五鹤。自己走过五鹤一趟后的感觉，觉得应该还要再去西五鹤的海鲜市场，
据说那边的海鲜既新鲜又好吃，从这里骑车过去也大概不到10分钟。如果大家有想要来武赫玩的话，建议分配给西武赫3个小时，然后再去东武赫会更完美一点。我们回到了车站附近的历史之道，这里一整条都是石板路，这一带也留下了不少江户时期的町屋。这附近有一个当地也很知名的古迹寺庙元龙寺，让我们走进去看看吧。元龙寺是日本真言宗御师派的寺院，是一间历史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所建立的历史悠久佛寺。但是在1732年的时候，大部分的建筑物都因为大火而烧毁。现在看到境内的各个厅堂都是在江户时期所重建的，但是寺内供奉的各个如来神像跟不动明王神像都是在平安时代所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哦。整个寺庙内也非常的幽静，感觉充满了正能量磁场。那我们的西武赫旅程也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准备前往东武赫。从西武赫到东武赫只要坐一站7分钟就到了，所以早上早一点出发的话，把西武赫跟东武赫放在一起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没有大型的行李寄物柜，所以除非是在东武赫住宿，不然不适合拖着大行李过来这里旅游。像它这里的商店街，还是因为礼拜天的关系，都没有什么店家开。有查到东武赫这里有一间从明治时代就开始营业的老餐厅松茸馆，这里有非常厉害的海军咖喱。从车站走过来大概10分钟就到，结果悲剧发生了。建议大家要事先写好 mail 到餐厅预约再来吃哦。此时的我心情就跟这个天气一样开始下雨，因为我超期待吃那个咖喱。从松茸馆再继续往前走，大概6到7分钟就到了东武赫这片有名的红砖仓库。正前方是5号仓库，左边是3号仓库，右边是4号仓库。5号仓库里面的咖啡厅也有卖海军咖喱，结果今天也刚好没有供应。我今天实在跟海军咖喱太没有缘分了，就随便买了临时摊位的印第安肉酱料理来吃。5号仓库跟4号仓库刚好有手作市集的活动，就在这边逛了一下，有卖很多精致的手作装饰品、饰品跟包包等等。因为这边大多是创作者的创作商品，就不方便做近距离的拍摄，但是许多饰品都做得很细致，价格也不贵。我买的耳环一堆是1000日币，可爱的小包包是1500块日币，在这边挖宝挖得很开心。冒险猪买了一个手机袋后，还获得了免费的可爱布包，真的是太 lucky 了。5号仓库跟4号仓库常常会用来办一些不定期的活动或者是展览，所以可能大家每次来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不一样的活动哦。接下来让我们来采买一下武赫的当地伴手礼。位于3号洞仓库里面的伴手礼商店，各式各样的海军咖喱调味包在这里都有贩售，但是这种有肉的是绝对没有办法带回台湾，所以我们就看看咖喱调味块。刚刚不是没有吃到东乡平八郎最爱的松茸馆吗？没关系，这里有他最爱的咖喱块，是店里面的人气第1名商品，所以我就一次买了3块带回台湾自己煮。这真的蛮好吃的，跟超市卖的咖喱块就是不太一样。然后这里还有卖海军咖喱的盘子，店里的面积蛮大的，除了海军咖喱外，从武赫、福知山、林部这一带的中丹地区，限定商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尤其是海鲜类的加工品，螃蟹酱、腐饭汤包、茶泡饭等等，罐头的味噌煮鱼，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只可惜我带不了这么多东西回台湾。然后，身为海军军港的武赫，当然也有很多海军自卫队的商品。以前冒险猪在某一间公司上班的时候，当时我的主管平常人都蛮严肃的，而且也都穿衬衫西裤来上班。突然某一天的星期五，他身穿整套的机动警察制服出现在公司，而且很认真的上完一整天的班。多年之后，我对这位主管的印象就只剩下他穿 cosplay 的样子，可见当时我受到的惊吓有多大。
不过这边只能买到自卫队的帽子跟一些迷彩的 T 恤而已，看起来都很一般，大家放心，还是可以安心的买回家穿。那结完账准备要移动到2号仓库，大家记得，如果想要吃海军咖喱的话，要到2号洞。帮大家总整理一下，松茸馆还有红砖仓库的5号洞跟2号洞都有卖海军咖喱。2号仓库的1楼是餐厅，还有观光咨询处；2楼就是免费的展览馆，有介绍武赫的相关历史。这里竟然还有展示了武赫神文时代的时候5300年前的独木舟遗迹。这个雨后很可怕，时大时小。耶，下雨也没问题。耶，雨又大点。今天的天气真的太糟了。现在我们到1号仓库来买军港游览船的票，这里同时也是红砖博物馆。等船开的这一段时间，就先在博物馆这里参观。这个红砖博物馆虽然面积不是特别大，但其实很厉害。1楼介绍了来自全世界的知名红砖建筑，还展示了样本。我到了这里才知道，原来红砖的历史这么的久远，而且全世界有这么多不同形式的红砖建筑。冒险猪很喜欢看古迹，希望以后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的现场来看这些实体建筑。2楼就是专门介绍日本各个县市的红砖古迹。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到大正这一段时间，在各处盖了大量的红砖建造，包括了车站、学校、医院，还有军事用地的仓库等等。还有一张日本红砖建造的整理表。之前去金泽的时候，冒险猪就是去了石川县立历史博物馆，这里真的是超棒的。我到武赫的时候，刚好武赫遣返归国纪念馆在维修没有开放，就把一部分的展示品也放在这里展示。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军港游览船。提醒大家的是，武赫的军港游览船除了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船班比较多之外，平日一天只有3班，最晚一班就是现在冒险猪搭乘的下午2点出发的班次，而且有的时候平日也是会整天休息。所以如果来武赫，特别是想要搭游览船的话，记得一定要先查好船班的营运时间哦。武赫是在明治22年的时候成为了日本的第4区海军中心，武赫也成为了日本海这一侧唯一的海军自卫队基地。平时军舰大多是停靠在海上的自卫队的北西栈桥。35分钟的游览船有机会可以看到护卫舰、驱逐舰跟补给舰等等，因为不同的时期看到的军舰也都不太相同，是不是觉得很棒呢？每次来都可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军舰呢。武赫这边除了海上自卫队之外，同时也是第243航空队的基地。那有没有机会亲自到海上自卫队的军舰上见学参观呢？当然是有的。但是跟广岛武士的海上自卫队不太一样的是，武赫的海上自卫队与航空基地的见学日是不固定的，1个月通常只有1到2次，通常都是举办在6日比较多。对于远道而来的观光客，如冒险猪我，这就真的只能碰运气了。不过呢，第1代的武赫海军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煮过的东乡底是固定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天来开放展示。东乡底也同时是我的幸福婚约的拍摄场景之一。如果看不到军舰，有机会去看看东乡底也是不错。冒险猪会把武赫海军自卫队开放见学时间的官网提供在影片说明栏中，给大家参考。接下来出现的就是本次出现的军舰中的条瓦卡日向号护卫舰，它全长197公尺，全宽33.8公尺，排水量13950吨，是一艘直升机的护卫舰，
最多呢可以搭配18架的直升机。坐在我前面的乘客，他从一上船就开始睡觉，不论什么军舰出现，他都在睡。我本来以为他只是很累，想要找个地方睡觉，才顺便来坐船。结果当导览员说志向号出现的时候，他整个人弹坐了起来，开始拿手机猛拍，还换到其他的座位继续拍，简直跟刚刚像不同一个人似的。军港游览船之行准备告一个段落，让我们前往东武河的最后一个景点去参观吧。北溪隧道是明治37年建设所完成的，全长仅有110公尺。当时是作为铁道来运输海军设施的物资所使用，现在呢，则已经成为了废弃设施。我的幸福婚约里面，美式拼命着奔跑着去找青霞的场景，就是在北溪隧道这里面所拍摄的。这里呢，也是东武河以散发着美与浪漫的气氛为著名景点之一。但是冒险猪实际来到这边的时候，可能因为今天是下雨的关系，又没有什么人，总感觉这里散发出一种神秘、不可思议的味道。回到京都后，来吃一风堂的拉面当晚餐。冒险猪觉得有来武贺玩真的是太好了，看到跟一般京都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希望大家也会喜欢武贺。谢谢大家看到最后，拜拜。